太太，您看这房子您还考虑吗？是一个能把上市公司做到停牌的女人，还负债1000万，这房子对我来说是个凶宅，不吉利。喂，陈医生您好。谢太太，你最近有没有时间来医院再做一个检查？是这样。对不起，我没听清，您能再说一遍吗？谢太太，您的检查结果刚出来，初步的结果怀疑是乳腺癌，请您尽快来医院进一步检查。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1个小时前，我前夫知道了我找你帮忙做法律援助，争取探视权，气不过就冲到家里对我拳打脚踢。你现在在哪儿呢？我还在家里，我害怕极了，银律，我怕他在楼下，等会儿再上来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。那你现在赶紧把门锁好，确保好自己的安全啊。然后你报警，再叫上个朋友接上你一起去派出所报案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我上次让你安装的监控你都装了吗？装了。好，那就好，有证据咱就不怕了。还有啊，待会儿到了派出所，通常呢，这个施暴者他们不会承认自己的行为，所以你一定要一口咬死，就是他的施暴行为，知道吗？然后拿出你的监控内容。好，我马上就到，我现在赶过去，待会儿我会跟警方申请你的伤情鉴定，一旦到了轻伤，他就跑不了了。谢谢银律。好。您有什么事儿吗？何思怡你认识吧？我是她老公。您在说什么呀？我不知道，我只是从附近路过而已。更何况，你看这有摄像头，都在监控区域内，看得一清二楚的。附近还有派出所，差不多5分钟就能出警了。不愧是律师啊，嘴巴挺厉害的啊！我跟了你几天，居然假装不认识我。你想稳弱是吗？没用，打架斗殴我玩的多了去了，打你一顿最多拘留几天，划算。让你不管闲事，却撺掇我老婆跟我离婚，今天我给你长长教训。对，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。等你的伤情鉴定结果一出来，只要是轻伤级以上，那么他大概率就是要去坐牢的。以前呢，他对你的威胁、恐吓的那些录音，还有你的视频，你一定要保留好了。这个将来在法庭上都是证据。你别担心，你不用害怕，我会帮你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。因为啊，这些家暴男他们一个个都是欺软怕硬的，你一定要告诉他们，咱们是不好欺负的。对，好嘞，好，那我们晚点联系。哎，音律，你可真是头铁，都被人打击报复成这样了，还想着帮当事人处理案情呢。
咱们平时不惹事儿，但事儿来了，咱也不怕事儿。你不怕，我都替你后怕。就那变态，今天要不是你跑得快，指不定他做出什么事情来。确实是。通过这件事，我也得出一个结论。什么结论？这网上学的防狼术，一到实战的时候，它确实是不太顶用。这男女力量差别也太大了，如果下次再遇到这种事儿，还是先跑为妙。所以啊，咱能不能别拿自己生命开玩笑啊？以后少接这种案子了。可这也是咱们的职责呀，咱们不接，谁帮他们呀？更何况这个家庭暴力啊，通常都是很隐蔽的，而且也很难以定罪。那这些家暴男，他们恐吓、威胁妻子，甚至是用精神控制的手段去控制他们，他们都不敢离开。那如果没有我们的鼓励还有帮忙，大部分人应该是没有勇气逃离这段恐怖的婚姻的。不是，那也不能把自己搭进去啊。咱没搭进去啊，咱们是出来挣钱的，不玩命。哎，对了，桃子，你跟咱们认识的媒体都打个电话，干嘛？爆料。能把这个事情闹多大，咱就闹多大。大家好，我是被打视频中的律师殷小美。我的当事人是一名子嗣代妈妈，因长期遭受家庭暴力，正在办理离婚。子嗣代妈妈她们是一群，在婚姻失败后，因为人为原因没有办法见到自己孩子的一群妈妈们，所以我本人也正在为他们提供公益的法律援助，所以我非常的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到这些在离婚案当中，遭受家庭暴力以及失去了探视权和抚养权的这群妈妈们。我也希望他们能够早日维权成功，与自己的孩子相见。看到新闻我都吓死了，你没事吧，于小美？没事儿，真没事儿？真没事儿，就没防备，挨了一拳。那叔叔阿姨知道吗？他们出去旅行了，我报备了一下。你自己注意点啊，实在不行回老家住几天。哪用得着啊？我都看新闻了，你没事吧？真没事儿，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所里都在私下讨论你呢，整个过程处理得非常专业，在媒体面前的回应也很聪明，引起了舆论的关注，警方也会从严办理。还顺便给咱们所打了一波广告，一箭双雕，厉害。咱们的常规操作。但我作为合伙人，还是建议你不要接民事诉讼。女同事办这类的案子，很容易吃亏。这跟男女又有什么关系啊？男的要是打一架，谁输谁赢还不知道，女孩嘛，只有挨揍的份儿。也就是你胆子大，敢跟他们正面刚。下回别干这样的事儿了，多危险！你在家的时候千万要把门锁好，我真是担心你一个女孩子自己住，别再遇到什么心理变态了。所以啊，我担心你啊，我真怕他对你做出什么事情来。
您拨叫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，请稍后再拨。您拨叫的号码暂时无人。喂，小伟，奥林跟你在一块儿吗？明姐，我们已经收工了，我这刚躺下来。你赶快去找他。哎呀，明姐，我知道你很辛苦，下个月给你加工资行不行？哎呀，求你了，明姐，你就让我睡个整觉吧。他肯定去那个女律师那儿了，我也不知道他住哪儿。你如果不知道他住哪儿，狗仔会知道他住哪儿。我自己来吧。别动。你没吃饭吗？我吃不下。那我去给你做面吧。我们点外卖就好了呀。不行。看起来不错啊。尝尝看。好。好吃，好好吃啊。那你多吃点。嗯。喝，要2杯。好，我帮你。好吧。之前你说的那些话，我回去想了好久，我觉得特别有道理。哪些啊？责任。公司一规定我就没有办法自由恋爱，我的确没有资格当你的男朋友，所以我后来就不敢来找你，因为失恋的感觉实在太痛苦。那，你那些情话满满的歌儿都怎么写的？那都是周少写的，《Blue》也是他写的。他之所以能把《Blue》写得那么好，是因为他当时正好失恋。原来如此。早点认识你就好了。为什么？认识你之后，让我了解到了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有多么重要。
我呢就想自由自在的谈一场恋爱，我就想要自由自在的做自己想做的音乐。我想成为的音乐人就是像 Michael Jackson、像崔健那样，能够做出影响一代人作品的人。可是我妈想让我做的，就好像是一个商品，一个被利用的工具人。她老是让我去拍一些广告，唱一些广告歌什么的。做那些事情的时候，我真的不是特别开心，真的很烦。我是不是都在聊自己的事情？那你呢？我先喝咖啡吧。你快去睡吧，我在这里替你守着。快去睡，不然你明天起来就一边大一边小了。我觉得应该没什么事儿了，要不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。我不。没打扰到你吧？我没吵到你吧？你这是在做什么呢？你听过 Rubin Carter 的故事吗？他是一个拳王，他在当年被冤枉杀人而入狱。后来 Bob Dylan 就写了一首歌，把他的人生故事都给记录下来。这首歌叫做《飓风》。它听起来非常的朴实简单，但却很有力量，影响到了很多人。所以我在想，我也可以为子嗣代妈妈们做一样的事情，写一首歌声援他们。奥林，你这晚上……妈，你先别跟我说话，现在旋律就在我脑子里，先别说话啊。哎呀，哎呀！不行啊！哎呀，哎呀，怎么停了？不是，我这都快来了1个月了吧？怎么还只能做30个？嗨，都有个瓶颈期。您不是最近1个月才刚开始天天来吗？要是往后那2个月您都能坚持，肯定没问题。真的啊？真的。姐，练着呢。哎，是这样，您的卡该续费了，还剩2次了。那就用完再说呗，谁知道你们这家店开到什么时候？您放心，我们是全国连锁的，就算这家店关了，您拿着卡去其他任何一家店都能正常消费。而且最近店庆嘛，
价格比平时优惠力度大太多了。推荐您呢办个包年的金卡，你能享受私人专属的淋浴间和1对1的服务。别，我就是穷人，我享受不起。哎呀，姐，看您说的，您再穷也比我们有钱啊。是，那天您去银行，我都看见了。好家伙，那现金少说也有50万。我想想啊，想想。加油，加油，姐，加油，可以的，加油，好，可以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注意呼吸，呼吸，加油，姐，呼，加油。姐，那明天见了啊！哎，谢谢姐啊。好，慢走啊，慢走啊，姐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再见。那咱走吧。啊。我怎么觉着我被拐着弯的打劫了呢？说实话，一切发生的太快了。只有独处的时候，我才隐隐地意识到，我跟这份伴随我10几年青春的工作彻底分手了。时代真的发展很快，我也从一个青葱的大学毕业生，成长为一个需要担负很多责任的企业中层，陪伴着这家公司从无到有的过程。好像看起来实现了小时候的理想，每天背着漂亮的公文包，进出在高级写字楼里。但只有我自己知道，我离想要的生活越来越远了。过去我老以为我可以和影子这么高这么壮，幻觉罢了。真实的我也就1.65米，穿上高跟鞋最多1.72米。以后谁也别忽悠我做女强人，我要一件一件的把身上的标签摘掉。我只想任性一次，做一个可劲儿心疼自己的小女人。进。给音乐。你没事吧？怎么了？我没事啊。你昨天，我脸没事儿，放心吧。啊，我不是说脸，您的闪送。哎，该不会又是变态寄来的吧？桃子，你电影看多了，这变态哪有这么好品味啊？麻烦验证码说一下。878943。好的，谢谢啊。就是一个朋友送的，你们放下吧，去忙吧。好，去吧去吧，啊。可爱。中圈套了，这把输了。进来，快进来。妈妈在干嘛？别动，别动。你进屋赶紧藏起来，别让妈妈看见啊！快去，快去，快去。你妈！你干嘛呀？你吓了我一跳。对不起，约人也不跟我们说一声的，没吓着您吧？没有。哎，那您继续啊，继续，不好意思啊。没事儿。对不起啊，我老婆有点二。嗨，没事儿。哎，这你这干嘛？哎呦，你可回来了啊！家好像进贼了，快回去看看。我们家。来，快点，来待着，待着别动啊，爸爸没想啊。凌南，
玲南，哎，你回来啦！哎，哎呀，你这干嘛呢？你收拾衣服呀！你瞅瞅，不乱。不是你收拾衣服，你敞着门干嘛？扔垃圾，那这来回来去的，关门开门多麻烦呀！你快帮我一起，我先把垃圾扔了啊。我去。嘿，终于收拾完了。嘿，你不觉得你天天在家待着，有点大材小用了吗？没有啊，那我不在家待着，我去哪儿啊？不是我，不，我的意思是你在家闲1个月了，啊，是不是该出去找点什么事儿干？谁闲着了？我在家也没闲着呀。那抽烟机多脏啊，一看就没洗。还有那纱窗，你洗过吗？切，我现在一直都在为你不称职的家务活擦屁股。你干得好啊，你能干。我就是比你干得好。再说了，家庭主妇怎么了？家庭主妇也是工作，人家国外都有研究啊。家庭主妇平均1年的收入大概在75万人民币。谁给呀？你说呢？你说呢？你说呢？祝你好梦啊！怎么样？给个评价，看看我做的好不好？还不错，不过要是再多烤5分钟的话，就又能上一个新境界了。不愧是主妇界的米其林3星啊！还有什么主妇秘诀？赶紧告诉我，我今天通通记下来。你还真打算以后天天的在家里居家过日子啊？我赌他坚持不过3个月。我赌我可以。我跟你赌一把。咱严谨一点啊，从他这个辞职开始算起，还有2月呢。你怎么那么讨厌呢？我还想等着跟你一起分2英的钱呢。你要是坚持过了3个月的话，我就把那个龙虾买下来送给你。啊？什么龙虾？就我俩看见的一幅画，他非说那龙虾是蝎子。本来就特别像一蝎子。算，太贵了。小赌怡情，大赌伤身，不赌了。哎，你今儿找我们来就是吃蛋糕啊？当然，还有一件事儿想问问你们俩。是这样的，我弟呢想在我们老家开一个民宿咖啡厅，就是上面住宿下面喝咖啡的那种。然后呢，管我借30万，你们说我借不借？不借。你不会还真想借吧？我李英男，我跟你说啊，你要真敢借，我跟你绝交。这些年光是我们看着的，你给家里花的，每年还要倒贴你父母做生意亏的钱，你都贴多少了？这些钱你得留给小果，你知道吗？正好借的失业，把这事儿推了，就说最近没收入。我说了。可是我爸我妈又给我洗脑，说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，说我们整个一家子都指望着我呢，说叫我不要气馁，要调整自信心，重新开始。那他们怎么不跟他们儿子说这话呀？凭什么就指望你？你领的那200多万，跟家里人说了吧？不是。那我怕他们担心啊，所以就只能告诉他们了。你只说了部分实话吧？你是觉得失业了，说出去不好听，再加上一个200多万的补偿款，听起来体面一点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说你这女强人的陷阱是谁给你挖的？不是你自己四处找坑，自己跳进去的？
哎呀，苦啊！你怎么就不明白呢？好，我再跟你说一遍，你一个985本科大学毕业的大学生，为什么失业1年多找不到工作啊？就算你出去打工去送外卖，也不会饿死。我告诉你，不是你找不到工作，是你找不到你想要的工作。我已经咨询过了，这个生意没法做。你弟是真善良，跟我说没事儿。你也不容易，不想给你添麻烦，拿不出钱，他再找别的朋友想想办法。那让他找呗。阿南，他可是你亲弟弟啊。亲弟弟怎么了啊？亲弟弟就得像你跟我爸一样，天天哄着、伺候着。他一个人在外，不像你有徐鑫照顾。前2天还锻炼过度呢，说心脏不舒服，我们让他去医院看看，他说为了省钱都没去。阿南，这样下去，我们真的很担心他会不会想不开，做什么傻事啊？妈，你跟我直接说你希望我怎么做吧。你多关心关心他，尽你所能的帮帮他。该做的我都已经做了，如果就是因为我不借那30万，他要去寻短见，我也没有办法。放屁！哎，你别激动，别激动，你心脏不好。哎呀，什么叫没办法？你这说的是人话吗？别吵了，别吵了。阿南也不是不想帮阿斌，那他也有压力呀。哎，当初你嫁给徐鑫，我挺看好他的，他怎么越混越差了呢？要是他能混好一点，不让你这么辛苦就好了。妈，这鞋舒不舒服，只有自己的脚知道。红烧肉3连击，油而不腻，胜利。您受累，看一眼我给您发那信儿吧。啊，你给我发信息啦？我看一下，我没来及呢还。嚯，好嘛，这么多公司啊！我这儿有好几个挺适合你的，你好好看看。一天到晚研究红烧肉，这人家有年龄小的，我肯定不行。哪儿写着35岁以上不行？没写，没有啊，哪有啊？哪个 HR 会把年龄歧视写在上面呀？啊？这多好，你看这待遇。辞职的时候我就发过邮件，人家压根就没搭理我。哦，那你反正那么多了，再看看呗。公司规模50人，一共50人，而且离家还远，来回得4个小时。那我一天还能干点其他的事吗？再看看别的，这么多了吗？这个好吧？哎，这行啊，这不错啊，这个好啊。负面事就给我刷下来了。所以，我觉得在家待着挺好的，给别人打工没意思，我就想在家待着，天天看着你，看着小果，我就开心。所以呀，养家糊口的艰巨任务，就交给你了。研究红烧肉的做法，继续。从简历上看呢，经验挺丰富的，但是这个职位合适的候选人也不少，比你年轻的呢也有很多。你能不能就是想几条理由说服我？首先，工作时间上，我孩子也生完了，而且老公呢是全力支持我做职场女性，我可以做到100%以公司为家。
快的话，40岁停经也是有可能的。我不用因为每个月那几天痛经耽误工作。太狠了。哎，而且在穿着上会更加的成熟稳重。挺好，非常优秀。只是同样的这份资薪，我可以找2个年轻人来做。资薪上，看你这边能不能再低一些。嗨，那您直接说我要价高不就完了吗？要不然到我公司看看，能干点什么？去你公司啊？反正你也是股东嘛。去不去，看你自己啊。我当然想去了，那几次面试了都不理想，不是人家看不上我，就是我看不上人家。这都多长时间了，只出不进，我心里也慌啊。但是吧。我要是真的答应徐仙，那我就又得往坑里跳了。我都已经说了，我不要当女强人了。没准儿人家徐鑫只是看你现在腾出时间了，所以想请你帮他分析分析业务，不好意思说，所以呢就选择了以这种委婉的方式来表达。徐鑫那个人爱面子，不是吗？你是这样想的？完全有可能啊。以我对你和徐鑫的了解，这完全说得通。哎，说不定你帮他把公司的事儿捋顺了，你这婚就更好离了呀。你在听我说话吗？在。不过说实话，那天我见着徐鑫去接你，你一见他就笑成那样，你确定你跟他能分得了？当然能。我对他好，是这段婚姻里的回光返照。喂，王总，你好。你好。奥林上半年的档期，哎呦，真的全满了呀，实在不好意思。没有，谢谢你一直想着我们奥林，我们一定找机会合作，好吧？有空我们一块吃饭。好嘞，拜。小谢，你说你是怎么回事？后援团都要炸了。他们说咱们6粉，你知不知道？这不是给奥林脸上抹黑吗？行了，你赶紧去办啊！该补发的礼物一定要补发。自己犯的错必须要认，听见没？好嘞。台长，是我。哎，是这样的，奥林呢特别想上咱们家的综艺。哎，对，就是这个。奥林长这么大，他从来都没有求过我，他求了我好几次。您看这样行不行啊，台长？您把我跟奥林带去，跟你们的台里的领导见一个面，先见一个面，对，用不用再定夺，行吗？好嘞，那麻烦您了啊。OK， 拜拜。妈，你休息一下吧。我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已经很累了，你工作时间比我还长，这样你身体能受得了啊？我们在上升期，必须把握机会，是不是？我真的怕你压力太大，要不以后我的工作我们都找经纪团队来做。艺人身边的活是不好干的，因为牵扯太多的隐私和钱。如果你遇上不好的人，那你的前途就毁了。可人家团队也都很专业的啊。专业什么呀？再专业的团队也不如自己人在你身边打理稳妥，是不是？他们这些人呢，挣一点钱就想跑。妈，咱们赚了多少啊？
你问这个干嘛？